这灵山的素斋吃了几百年，还是寡淡的紧。想当年在高梁山，那红烧肘子、酱焖猪蹄，哎，不想了，越想越馋。哎，二师兄，你都念叨了500年了。沙师弟，你说咱这日子过得有啥意思？当年跟着那遭魁的猴子，一路上打打杀杀，虽然苦是苦了点，可好歹有个念想。如今倒好，封了个净坛使者，天天守着这空荡荡的府邸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不是还有大师兄吗？大师兄如今是斗战胜佛，地位尊崇。别提那猴子，提起他，俺老朱就来气。你说说，当年在取经路上，他虽说是俺师兄，可哪回遇了难不是俺老朱帮衬着？哼，如今他成了佛，倒是端起架子来了。上回俺拎着2壶好酒去找他叙旧，你猜怎么着？他连正眼都不瞧俺一眼，就说了句阿弥陀佛，施主请回。施主，俺是他师弟。这遭罪的弼马翁！二师兄，大师兄他或许是有苦衷的。苦衷？他有什么苦衷？当了佛就忘了本儿，俺老朱算是看透他了。这脚步声轻飘飘的，不是凡人，是大师兄。等等，他往哪儿走？那是灵山后山的方向。沙师弟，后山不是禁地吗？寻常佛祖都不许擅入，他去那儿做甚？不知道，许是如来佛祖召唤。俺老朱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。沙师弟，你且在这儿等着，俺跟过去瞧瞧。二师兄，私闯禁地可是重罪，怕什么？俺老朱好歹也是个净坛使者，被抓了大不了说是走错了路。再说了，那猴子能去，俺凭啥不能去？这猴子鬼鬼祟祟的，到底要干什么？这石窟，俺老朱在灵山住了500年，竟从不知道还有这么个地方。那东西可还安分？回佛爷还吊着一口气，只是近来那残魂变动的厉害，似有苏醒之兆。苏醒？哼，500年了，他还能掀起什么风浪？继续镇压，不许出任何差池。是，只是佛爷那位存在近来似乎有所察觉。菩提祖师，他就算察觉又如何？500年前他没能救下孙悟空，500年后他依然救不了。那里面关的是谁？站在外面的又是谁？谁在外面？没人吗？俺老朱的耳朵是不是出了毛病？那猴子说，孙悟空他自己不就是孙悟空吗？什么叫镇压他？什么叫500年前没能救下？不行，俺得进去看看。要是俺听错了也就罢了，可要是没听错，这是如来佛祖的金钵结界。当年在取经路上，那遭揍的不对，那猴子被金钵罩住过一回，俺认得这气息。等，这玩意儿俺老朱可破不开。猪八，谁在叫俺？呆子，500年不见，你还是这般胆小。这个声音，这个调调，猴哥，是猴哥吗？除了俺老孙，还有谁会叫你呆子？猴哥，你怎么会在里面？那外面那个又是谁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外面那个是六儿，500年前用金斗。
给老夫出来！师父，猴哥，快！菩提祖师就在里面，佛祖有令，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。可是，连佛祖都不是他的对手。佛祖说了，菩提正在逆流时光，此刻他的肉身极为脆弱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来了，还是来了！净坛使者，你竟然背叛灵山！背叛？阿难尊者，你这话说的可真有意思。俺老猪从来就不是灵山的人，俺老猪是猴哥的师弟，是取经队伍的二师兄，是净坛使者朱悟能，唯独不是灵山的走狗。猪八戒，你可知你在做什么？菩提祖师逆天而行，毁生死簿，闯灵山，如今又要逆转时光长河，这是3界共诛的大罪。你若识相，现在让开，佛祖或许还能从轻发落。你笑什么？俺笑你们这帮秃驴，脸皮比俺老猪的肚皮还厚。你们口口声声说逆天而行，那俺问你们，500年前如来老儿用金斗镇压俺猴哥，让六耳猕猴冒名顶替，这算不算逆天？你们囚禁俺猴哥500年，折磨他500年，羞辱他500年，这算不算逆天？你们所谓的天道，就是如来老儿一手遮天，就是你们灵山欺世盗名，这样的天道逆了又如何？执迷不悟，既然如此，动手！俺老猪说了，谁也别想靠近祖师3丈之内。就凭你一个净坛使者，也想挡住我们？俺老猪是挡不住你们所有人，但俺老猪能拖住你们一时半刻。只要祖师把猴爹救回来，俺老猪就算死在这儿也值了。猴哥，你快点回来，俺老猪快撑不住了。菩提，你过界了。那是红军老祖，老祖出手了，菩提完了。红军，你终于坐不住了。菩提，你若就此收手，本座可既往不咎。既往不咎，老夫毁生死簿时你在何处？老夫闯灵山时你在何处？如今老夫要将徒儿救回来了，你倒是跳出来了。天道有常，孙悟空的命数本就不该存于3界，不该存于3界。老夫的徒儿是天生地养的灵物，你一句不该存于3界，就想抹杀他的存在。红军，老夫今日把话放在这儿，悟空的命，老夫就定了。你若逼急了老夫，老夫不介意连你这天道一并掀了。祖师爷，真是太他娘的霸气了！老祖竟然退走了，连红军老祖都不敢与菩提正面交锋。悟空，回来吧，为师在这儿。猴哥，呆子，你怎么瘦了？你这倒霉的猴子，500年了，你知不知道俺老猪有多想你？你知不知道那个家伙顶替了你的位置？俺老猪还巴巴的跑去给他送酒。别哭了，愁死了。猴哥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悟空，你受苦了，不必多礼。你刚回来，魂魄尚未稳固，需静养一段时日。师父，弟子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。傻猴子，为师说过，天塌了，师傅给你顶着。祖师，那红军老祖他不敢出手，老夫方才说的话不是威胁。祖师爷，俺老猪这辈子没服过谁，您是头一个。悟空，你感觉如何？师傅，弟子感觉有人在等着弟子去算账。好，等你养好了伤，为师陪你去。还有俺老猪，猴哥，这回你可别想甩下俺。呆子，不错，这府邸修的气派，比俺老孙当年的花果山还阔气。孙悟空，你终究还是来了，怎么不装了？不念阿弥陀佛了？成王败寇而已。当年如来选了我，那是你的命，要杀便杀。你现在胆子比之前大多了。猴子，
500年来我苦心修炼，今日未必输你。试试。是俺老孙一棒！怎么可能？你只知道你苦修了500年，但你不知道的是，我足足在地狱里淬炼了500年。好一个淬炼500年！我认栽，你动手吧。八戒，交给你了啊！500年的酒不能白送，随你处置。这些年俺每次送酒来，你为何不赶走？因为那是500年里我唯一觉得自己像他的时候。你叫我猴哥的时候，是真把我当你师兄的。俺不杀你，你的命等猴哥掀了灵山，再让三界来定。孙悟空，你来了。如来老儿，俺只问你一句：500年前你为何不直接杀了俺？杀不得，你是天地灵猴，杀你，灵山气运将被反噬。所以你让六耳替俺成佛，是为了让天道以为俺活着，让三界以为俺已成佛，然后你就能稳坐灵山，万事大吉。不错，好算计。可惜你算漏了一件事。何事？俺老孙有师傅和师弟。如来，3日前老夫说过，你怎么对悟空，老夫便100倍奉还。今日便是兑现之时。菩提，你当真要与我为敌？与你为敌？你未免太高看自己了。老夫只问一句，你们谁愿陪他一起？500年前之事，贫僧不知真相，今日方知。贫僧不过问。我等不过问。好家伙，如来老儿成光杆僧祖了。好，500年经营一招散尽。菩提，你赢了。老夫不曾想赢，老夫只要一个公道。公道？何为公道？若不镇压，三界格局必被他打破。为三界安顿，就可以颠倒黑白；为三界安顿，就可以让冒牌货顶替俺500年。你口口声声为了三界，可这500年，三界可曾因为你这一桩勾当变得更好？妖魔横行依旧，众生苦难依旧。你不过是用俺老孙的命换了你的灵山安稳。今日俺不杀你，不是不敢，是杀了你，三界真会乱。俺不想让众人替你的罪过陪葬。但从今往后，你若再敢动俺身边的人，下一棒砸的就是你的脑袋。走吧，为师还有东西要给你。有桃子吃吗？就知道吃。那猴哥你不想吃？想。佛祖，从今往后，灵山碧山千年。师父，这是此玉佩中有为师一道神念，若遇生死之危捏碎它，为师自会赶来。师父，弟子不必多言，去吧。记住，三界之大，天外有天，你虽历经磨难，却也不可恃强凌弱。弟子谨记。祖师爷放心，俺老朱一定看好猴哥，不让他闯祸。老夫倒是觉得你闯祸的可能性更大些。那不能。走吧，去你想去的地方吧。猴哥，咱第一站去哪儿？花果山，俺老孙500年没回去了。猴哥，那花果山，听说当年你被二郎神一把火烧了之后……俺知道，但那是俺的家。猴哥，要不咱先找个地方歇歇脚？大王，你是老马猴？大王，真的是你！500年了，老奴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。其他人呢？崩将军呢？八将军呢？都死了。当年二郎神火烧花果山时，崩将军被天火烧死了，八将军被射成了筛子，至死都挡在水帘洞前。猴哥，冷静！二郎神也是奉命行事。俺知道，这笔账，俺会跟玉帝老儿算。老马猴，去把还活着的弟兄们都叫来。大王回来了，从今往后，没人再敢欺负花果山。大王，您这次回来不走了吧？俺老孙还有事要做，做完之后就回来陪你们。大王，我们等了500年，不怕再等几年？没想到天庭那帮家伙比灵山的秃驴还狠。怎么又想散伙了？散什么火？俺就是替猴哥你憋屈。被镇压了500年，回来一看，家也没了。天道从来就不公，俺老孙早就知道了。那咱接下来去哪儿？
天庭，找玉帝老儿讨个说法。那孙悟空当真回来了？回陛下，千真万确。灵山那边传来消息，如来佛祖已宣布灵山闭山1000年。那六耳猕猴如何？被孙悟空一棒震碎筋骨，囚于灵山后山。传言猪八戒饶他一命，只为讨回500坛酒。那猪八戒说少一坛都不行，还酒。当年二郎神火烧花果山是朕下的旨。那孙悟空此番回来，只怕陛下不必忧虑，孙悟空再强也不过孤身一人，我天庭兵多将广，何惧于他？李天王，你可知道此番救出孙悟空的是谁？谁？菩提宗师，灵台方寸山的菩提祖师。那位不是早已不问世事了吗？所以朕才头疼。孙悟空一人朕不惧，但若他背后站着菩提祖师，那就不是一人的问题了。陛下，南天门外来了2个人。谁？一个毛脸雷公嘴的猴子和一个长嘴大耳朵的猪妖。那猴子说什么？他说让陛下出去见他，否则他就把南天门拆了。来得真快啊！他杀过来了！那猴子真的回来了，500年了，他身上的杀气怎么比当年还重？你没听说吗？灵山被他拆了一半，如来佛祖的金身都被打裂了。那咱们拦不拦？拦得住吗？老二，500年不见，你这白胡子又长了不少。托大圣的福，大圣此番来天庭，不知所谓何事？找玉帝老儿聊聊。陛下正在凌霄宝殿等候2位，请。猴哥，这老板笑得这么殷切，怕是有诈。这凌霄殿比灵山气派多了。玉帝老儿，好久不见。抖音精选 APP 就有很多像我这样的 AI 漫剧优质视频，大家如果想看更多这种视频，可以去抖音精选 APP， 一定有你爱看的。玉帝老儿，好久不见。孙悟空，500年了，你倒是一点没变。变了，500年前的俺老孙见你这张脸就想抡棍子，如今俺老孙学会了先讲道理。哦，你想讲什么道理？2笔账，第1笔，500年前俺老孙大闹天宫，是俺理亏，被你压在五行山下，俺认。但你让二郎神火烧花果山，烧死俺猴子猴孙数万之众，这笔账你认不认？当年你大闹天宫，花果山群妖皆为从犯，朕下旨清剿，是依天条行事。好一个依天条！那俺问你，俺那些猴子猴孙连南天门都没踏进过一步，他们犯了哪条天规？他们抢了哪座仙府？就因为俺老孙大闹了天宫，他们就得死。说得对，株连九族也没这么株连的。当年之事，朕确有失察之责。二郎神，你来说。陛下，末将当年奉命围剿花果山，却曾下令清剿余孽。此事末将担责，与大圣无关。杨戬，平心而论，你是个对手。当年你火烧花果山是奉命行事，俺不恨你。但今日玉帝老儿把这事儿推到你头上，你就这么认了？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末将无悔。哼，好一个忠君之事！杨戬，俺老孙敬你是条汉子。当年的事儿，俺可以不再追究，但有一个条件。大圣请讲。我要你亲自去给俺那些猴子猴孙上3炷香。放肆！二郎真君乃天庭神将，岂能向这个泼猴屈膝？俺老孙跟玉帝老儿说话，轮得到你插嘴？好，我答应。杨戬，陛下，末将当年奉命行事，虽无愧于心，但数万生灵因末将而亡，这是事实。3炷烟，末将上得起。第1笔账清了，现在说第2笔。还有第2笔，500年前，俺老孙历经9981难，终成正果。如来奉俺斗战胜佛，但就在那一日，真假美猴王闹上灵山，如来用金斗罩住了俺，却对外宣称打杀的是六耳猕猴。从那一日起，俺被镇压在灵山石窟里整整500年，而六耳猕猴顶着俺的名号，做了500年的斗战胜佛。云帝老儿，灵山册封斗战胜佛时，你在不在场？朕在场。那你知不知道那是个假的？朕
就知道这件事。当年如来向朕通报此事，说孙悟空乃天地异术，他提出以6耳猕猴替代悟空，朕默许了。好，你承认了就好。孙悟空，朕是三界之主，朕做任何决定都要考虑三界安稳。你天性桀骜不驯，若真成了斗战胜佛，谁能压得住你？届时三界大乱，生灵涂炭，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？三界安稳，玉帝老儿，你跟如来老儿说的话简直一模一样。你口口声声为了三界安稳，可现在下界的妖怪照样吃人，百姓的香火你们照样收。可你们管过被妖怪吃掉的百姓吗？俺老孙今天来，不是拆你的凌霄宝殿，而是俺要你记住一件事：从今往后，天庭也好，灵山也罢，你们做什么俺不管，但若再敢动俺老孙的猴子猴孙和这呆子师弟，哼，俺老孙下一棒砸的就不是南天门了。猴哥，这就完了？完了，不揍他一顿出出气？揍他有什么用？把他打伤了，三界真会乱。俺老孙可不想当那个罪人。杨戬，3日后花果山，俺老孙等你那3炷香。必到。猴哥，咱接下来去哪儿？先去高老庄。咋又提高老庄？呆子，你当年被贬下界是高翠莲一家收留的你，而且人家姑娘跟你拜过天地，你欠人家一个交代。猴哥，俺不是不想去，俺是怕什么？怕他还恨俺，怕他早已嫁人，怕去了也是一场空。空也好，不空也好，总要去看看才知道。走吧，俺老孙陪着你。猴哥，你说高翠兰要是真嫁人了咋办？那就祝她幸福。那俺老朱咋办？你还有俺老孙。猴哥，你这话说的俺怪想哭的。那就哭，哭完了咱去喝酒。喝什么酒？6耳环的那500蓝够你喝一辈子了。那猴哥，你得陪俺一起喝。嘿，呆子，想什么呢？猴哥，俺在想，翠兰要是真嫁人了，俺该说啥？你想说啥？俺也不知道，俺就是怕见了面，连句像样的话都说不出来。那就先听听他说什么。500年了，他有他的日子要过。猴哥，你说俺当年要是没现原形，是不是就能跟他好好过日子了？你要是没现原形，那就不是你了。呆子，你记住，无论是人是妖，真心才最要紧。他若因为你是妖就恨你一辈子，那也不值得你惦记500年。猴哥，你说的对。这跟俺记得的完全不一样了。500年了，够凡人轮回7、8辈子了。你那高翠兰若还活着，怕是早该成仙了。猴哥，你说他会不会已经不在了？找个人问问，不就知道了。老人家，俺打听个事儿。妖怪？不是，俺真不是妖怪，俺是天上的神仙啊，净坛使者。您看，俺还带着度牒呢。神仙？长成这样的神仙？老人家别怕，俺这师弟长得是寒碜了点儿，但心不坏。俺们是来找人的。找谁呀？高翠兰，500年前高太公的女儿，她还在吗？高翠兰，您说的是咱们高家老祖宗吧？老祖宗？是啊，高翠兰是咱们家的祖先奶奶，庄里的族谱上记得清清楚楚。500年前，有一位天蓬元帅下凡，与祖先奶奶结为夫妻。后来天蓬元帅保唐僧西天取经，修成正果，成了净坛使者菩萨。咱们高氏世世代代都供着您的画像呢，供着俺的画像。您就是那位天蓬元帅，祖先姑爷。俺是猪八戒没错。祖先姑爷显灵了，祖先姑爷显灵了，老太爷在天有灵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老人家您别跪，俺受不起。呆子，你在灵山当了500年净坛使者，无人问津，在这高老庄倒成了老祖宗了。猴子，俺不敢进去。怕什么？俺不知道，俺就是怕
怕看到他的牌位，怕知道他后来过得怎么样，怕……去吧，俺在门口等你。翠兰，俺回来了，俺对不起你，俺当年不该瞒着你，俺要是早告诉你俺是妖，你要是愿意，俺就留下陪你过日子；你要是不愿意，俺就走。可俺瞒了你，俺贪恋你对俺的好，舍不得告诉你真相。俺后来取经成了菩萨，可俺不敢回来，俺怕你恨俺。俺在灵山待了500年，天天吃素，天天念经，可俺心里放不下你。姑爷不必自责，老祖宗他从未恨过你。老祖宗说，他这辈子最欢喜的日子是嫁给姑爷的那3天。虽然后来知道姑爷是妖，但他从未后悔过。他说姑爷心善，待他好，是真心实意的。他让高家子孙世代供奉姑爷的画像，替他等姑爷回来。老祖宗还说，若有一日姑爷回来了，让姑爷不必愧疚，他过得很好。她后来嫁了人，生儿育女，活到83岁，寿终正寝。她让姑爷好好过日子，不必挂念。俺老朱对不住你，俺回来晚了。怎么样？他留给俺的，他临走的时候剪下来的，让子孙后代保管着，说等俺回来交给俺。她是个好姑娘，还惦记吗？惦记，但不一样了。以前俺惦记是后悔，是愧疚。现在俺惦记是感激，感激他没恨俺，感激他过得好，感激他等过俺。那就好。猴哥，俺决定了。决定什么？从今往后，俺要好好活着，不是为了俺自己，是为了翠兰。她让俺好好过日子，俺不能辜负她。这才像话。走吧，猴哥，下一站去哪儿？你说，俺陪你。去流沙河看看沙师弟吧，俺老朱想他了。走。翠兰，俺老朱走了，下辈子你要是还愿意，俺还来娶你。猴哥，你说俺老朱现在是菩萨，不能娶亲吧？你还知道你是菩萨？那要是不当这菩萨了呢？想好了？俺在灵山待了500年，从未觉得那是什么家。方寸山是祖师爷的家，花果山是猴哥你的家。俺想了500年，也没想出来自己的家在哪儿。现在想出来了？想出来了，俺老朱的家就是跟猴哥你们在一起的地方。灵山的菩萨不当也罢。呆子，这话要是让如来听见，非得再淬炼一道金身不可。管他呢，俺老朱现在有祖师爷罩着。你倒是会扯皮。那是，俺老朱别的不行，抱大腿的本事一流。说你胖，你还喘上了。猴哥，你又损俺。猴哥，沙师弟会不会激动的哭出来？你以为谁都像你，动不动就抹眼泪？俺那是真情流露。沙师弟那性子比俺还老实。取经路上他干活最多，咱们打架他就在后面守着师傅。现在想想，他才是最靠得住的那个。是啊，现在想起来，
俺这心里怪不是滋味的。那就对他好点儿。俺老朱这回把6耳环的酒分他一半。人家沙师弟持戒不饮酒。对，那俺把高老庄带来的酱肘子分他。他也不吃荤。那俺送他啥？把你那身懒肉捡捡，多帮他干点活，比什么都强。猴哥，你又拐着弯骂俺。沙师弟就住这儿，这也太寒酸了。沙师弟不图富贵，这地方清静，适合他。大师兄，二师兄，沙师弟，俺老朱想死你了！二师兄，真的是你？灵山那边传来消息，说你和大师兄把灵山闹了个天翻地覆，我还以为是谣传。沙师弟，好久不见。大师兄，500年了，师弟无能，没能去救你。沙师弟，不怪你，连俺老孙自己都不知道被调了包，何况是你。快起来！大师兄，当年那斗战胜佛对我冷若冰霜，我几次想去找你叙旧，都被拒之门外。我还以为是大师兄成了佛，不认我这个师弟了，没想到那根本不是你。俺老朱也是，俺还舔狗一样给他送了500年的酒，结果那冒牌货连正眼都不瞧俺。二师兄，你那酒送的比我强，我连门都没进去过。哼，那6耳猕猴还搞区别对待。进去说吧。沙师弟，你这儿有茶吗？有。大师兄你坐，我去烧水。沙师弟，你这流沙河一待就是500年，不闷得慌？不闷。当年取经路上，大师兄教我降妖除魔，二师兄教我如何与人打交道，这些本事我在这儿都用得上。这荒郊野岭的，有什么人跟你打交道？流沙河虽偏，但过往的商船客潮不少，我在这儿守着，这500年，倒也救了不少人。你就在这儿当了个摆渡人？也不算摆渡，就是力所能及做些事。沙师弟，500年前，如来封你个什么？金身罗汉。金针罗汉，连个正经佛位都不给。大师兄不必动怒，我本就不图那个。卷帘大将也好，金针罗汉也罢，不过是个名头。如来老儿太不是东西，俺好歹混了个净坛使者，你居然只是个罗汉，这不是明摆着欺负老实人吗？二师兄真的不碍事。对了，你们是怎么知道大师兄被调包的？那假悟功又是如何被揭穿的？这你可得好好听听。俺老朱这回可立了大功，我把祖师爷请出山了。菩提祖师出山了？可不是嘛！如来老儿被一戒尺打伤了金身，就连红军老祖都被几句话给骂回去了。大师兄，你受苦了。苦是苦，但值得，要不然也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好的师傅和师弟。沙师弟，你别哭了，你一哭俺也想哭。好了好了，两个大男人哭哭啼啼像什么话？大师兄，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俺听猴哥的。俺老孙打算回花果山，猴子猴孙剩的不多了，俺得回去守着他们，然后四处走走。大师兄，我能跟你们一起吗？你不守着流沙河了？流沙河守了500年，够久了。那感情好，俺老朱正嫌猴哥一个人说话不够热闹呢。沙师弟，走，咱们师兄弟3人再去闯一回3界。好，当年取经是被如来老儿安排好的路，这回咱们自己走自己的路。那我去收拾行李。沙师弟，舍不得啊？有一点，毕竟住了500年。没事儿，等咱逛够了，俺老朱帮你重新盖一座大的，盖得比灵山还祥派。二师兄，你又在吹牛。俺怎么吹牛了？俺现在是祖师爷罩着的人，你知道祖师爷多厉害吗？红军老祖见了他都得绕道走。大师兄，二师兄说的是真的。半真半假，祖师爷确实厉害，看这歹子吹牛的毛病也确实没改。猴哥，你怎么老拆俺的台？再会了，沙师弟，不必伤感，路还长着呢。对了，沙师弟，俺老朱问你，你在流沙河这500年有没有遇见过什么漂亮的河妖？给俺老朱介绍介绍。河妖倒是遇见过几只，不过都是男的。男的啊？那算了。男的怎么了？你当年在高老庄不也是男的？猴哥，那能一样吗？那是真爱。二师兄，你要是真想找，流沙河下游有条鲤鱼精，女的，长得挺俊，就是脾气不太好。真的？多大年纪？什么修为？爱吃啥？你就不该告诉他。我看二师说挺着急的。他着急了500年了，不差这一时。谁说的？俺很急。
沙师弟，你快跟俺说说那条鲤鱼精。下一站去哪儿？去那条鲤鱼精那儿。二师兄，人家住在流山河下游，咱们刚飞过去啊，那赶紧掉头。不掉，继续往前。猴哥，急什么？三界之大，还怕遇不上一条母鲤鱼？那不是母鲤鱼，那是鲤鱼精。二师兄，大师兄说的有道理，缘分这种事儿强求不来。你们两个就是见不得俺老朱好。沙师弟，你真舍得？舍得，守了500年，够了。那你跟俺老朱说说，这500年你在流山河都干了些啥？除了救人和降妖，还种了一片菜地。菜地？河边有块地，土好水也近。我种了些萝卜、白菜，还有2种黄瓜，长得挺好。沙师弟，你好歹也是金身罗汉，种什么菜呀？你怎么不养几头猪呢？想过，但怕二师兄你知道了不高兴。猴哥，你笑什么？沙师弟他这是朴实，懂不懂？俺笑你终于遇上对手了。沙师弟一句话就把你噎得说不出话来。俺老朱那是让着他。二师兄，咱们现在去哪儿？去一个地方，俺老孙500年没去了，不知道还在不在。哪儿？五行山。这地方，你干嘛回来？晦气！二师兄，别说话。俺老孙被压在这山下500年，铜枝铁腕，日晒雨淋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那时候俺老孙发誓，定要把这天捅个窟窿。猴哥，后来西行路上打打杀杀，以为这就是报酬。猴哥，可俺老孙现在不恨了，被调包也不恨了。大师兄，为什么？因为俺老孙想明白了。想明白什么了，猴哥？那500年里，曾有个小孩给俺送过一个桃子，如今已成为一把黄土了吧？猴哥，你说这些干啥？从今往后，俺老孙不为恨活着了。那为啥活着？为你们，为那些对俺老孙好的人。这样也好，大师兄。猴哥，你这话说的，俺老朱以后还怎么偷懒儿？你尽管偷，俺老孙又不管你。那你方才说为俺活着，俺不是要管着你，只要你好好的，俺老孙就高兴。猴哥，你别说了，俺老朱受不住这个。二师兄，大师兄说的对，咱们以后好好的。快起来吧，你个呆子！猴哥，俺老朱以后也为你们活着。猴子，别恨了，以后会有人来陪你的。大师兄，那咱们现在去哪儿？就是猴哥，咱下一站去哪儿？去一个俺老孙欠了债的地方。你欠债？你欠谁债？东海龙王。东海龙王？猴哥，你欠他什么？俺当年强抢了他的定海神针，他嘴上相送，心里实则不舍。后来我被压五行山，身陷灵山，他也从没落井下石过。这份情，俺得还。大师兄想怎么还？不知道，先去见见他再说。走，俺老朱还没去过龙宫呢，听说龙宫里的好吃的多得很。你是去还债的还是去吃的？还债是猴哥你的事儿，俺老朱负责吃。二师兄，龙宫的东西大多是生的，生的怕什么？让他们做熟了再端上来。走吧，再不去天黑了。猴哥你慢点，俺老朱跟不上。大师兄，龙宫往东是吧？东海之滨，奥莱国界。猴哥，俺老朱想问你个事儿。说，你在金多底下关了500年，真的一点都不恨了？恨？怎么不恨？500年的苦，不是说不恨就能不恨的。那你方才俺说不为恨活着，不代表俺忘了如来欠俺的，天道欠俺的，俺老孙记在心里。但俺不会让恨变成俺的全部。俺有师傅，有师弟，有花果山的猴子，这些比恨重要。俺好像懂了，就像俺对高翠兰以前是愧疚，现在是想开了。不是忘了，是放下了。差不多。大师兄，二师兄，我觉得咱们都变了。变啥了？变成熟了。沙师弟，你这话说的好像俺们以前多幼稚似的。以前取经路上，大师兄性急，二师兄爱偷懒，我太木讷。现在大师兄沉稳了，二师兄有担当了，我也话多了一点。你那是话多了一点，你那是以前不说话，现在一开口就噎死俺。跟二师兄学的。俺什么时候噎人了？
你天天噎俺。那是猴哥你先损俺的，俺那是实话。呆子，你说龙宫会不会摆宴席迎接咱们？肯定摆。猴哥，你现在可是把灵山都拆了的人，东海龙王敢不摆？大师兄，咱们是去还债的，不是去打架的。还债归还债，吃饭归吃饭，两码事儿。猴哥说的对。报，大王，外头来了3个人。慌什么？谁来了？一个毛脸雷公嘴的猴子，一个长嘴大耳朵的猪妖，还有一个络腮胡的和尚。孙悟空，老龙啊，俺老孙来看你了。大圣，真的是你！老龙王，好久不见，500年了。大圣，这500年你到底去哪儿了？灵山那边说你成了斗战胜佛，可老夫派人去灵山送礼贺你，连门都没让进。老夫还纳闷，大圣你虽性子傲，却从不是这般不近人情之人。那不是俺。什么？那个在灵山当了500年斗战胜佛的是六耳猕猴，俺老孙被如来用筋斗镇压在灵山后山整整500年，前些日子才被俺师父救出来。镇压500年，如来他怎么敢？大圣，老夫惭愧，500年来竟毫不知情，连贺礼都送错了人。这怎么可能？老龙王，这不怪你。3界之中，知道真相的不过寥寥数人。你能想着给俺老孙送礼，俺已经记在心里了。猴哥人缘真好，俺老朱在灵山当了500年净坛使旨，咋没人给俺送礼？二师兄，你也没请人吃过饭。好吃，这个好吃，那个也好吃。猴哥，你尝尝这个水晶虾饺，上了戒。你别光吃菜，吃肉啊！我持戒，持什么戒？咱现在又不是取经，不用守那些规矩。来，这块龙肝你尝尝。二师兄，那是海参。是吗？长得跟肝儿似的。大圣，你此番脱困，有何打算？先四处走走，500年的债，一笔一笔还。今日来龙宫，就是来还债的。还债？大圣，你欠老夫什么债？喜欢漫剧的朋友们，抖音精选 APP 就有很多像我这样 AI 漫剧优质视频。如果想看更多精彩内容，可以去抖音精选 APP， 总有你喜欢的类型。定海神针，大圣这是何意？你虽说是送给俺了，可俺知道，这宝贝是你东海镇压海眼的根基，没了它，这500年来东海大大小小的海啸地震，只怕不少。老龙王，俺老孙今日把它还你。大圣，这定海神针已与你血肉相连。他认了你做主，旁人便是拿去也驱使不动。可是大圣，大圣，你若真想还老夫什么，便陪老夫多喝几杯。500年了，这龙宫冷清得很，好久没这么热闹过了。老龙王，俺老朱敬你一杯。你这龙宫的饭菜比灵山的素斋强了10000倍。净坛使者过奖了，灵山的素斋老夫也曾尝过，确实清淡了些。大圣，日后有空常来，一定。大圣，天庭那边玉帝已
已知你归来。前些日子，太白金星来龙宫，旁敲侧击打听你的下落。老夫什么都没说，但你要小心，玉帝那人面上不动声色，心里比谁都精。哼，俺知道，俺已经去过天庭了。去过了，如何？没打起来，俺跟玉帝老儿把账算清了，他认了。大圣，你比500年前沉稳多了，被压了500年，再不稳也稳了。保重，保重。猴哥，咱接下来去哪儿？先回花果山。猴子猴孙们等俺太久了。大师兄，我还没去过花果山，俺老猪也没正经待过。上回去是接猴哥出山取经，匆匆忙忙就走了。那就多住些日子。花果山的桃子比盆活园的还甜。真的？大师兄，我持戒，但桃子可以吃。走。大王，杨戬他又来了。别怕，他是来上香的。花果山战死的数万圣灵，杨戬给你们上香了。这块石头我留了500年，今日还给你们。杨戬欠你们的还不完，但杨戬记着。俺老猪想恨他，都恨不起来了。阿弥陀佛。大圣，你说如果当年我抗旨不存，不去烧花果山，会怎样？元帝会换一个人去。也是。杨戬，俺老孙被压了500年，又被关了500年。这1000年里，俺想过很多次，如果当年俺不闹天宫，会怎样？如果俺不争那个齐天大圣的名号，会怎样？你想出答案了吗？没有，因为没有如果，做了就是做了，后果得自己担着。你烧了花果山，这笔账俺老孙记了500年，但今日你来了，上了香，还了石头，认了账，俺老孙这笔账清了，清了，清了。从今往后，俺老孙与你不欠了。大圣，杨戬，谢过。不用谢，俺老孙也有事儿要谢你。谢我？当年南天门，俺老孙被天兵围困，你明明可以出手，却站在云洞不动。俺当时以为你是袖手旁观，后来俺想明白了，你是故意不出手。你知道俺老孙桀骜不驯，若被你擒了，比死还难受，所以你把擒俺的功劳让给了老君，老君用金刚镯把俺拿住俺认，因为俺知道那老官只是奉命行事，但你若亲手擒了俺，俺这辈子都不会服你。杨戬，你这个人骄傲的让人讨厌，但你的骄傲，俺老孙敬重。孙悟空，你变了，你也是。我跟随二爷1000年，头一回见他对外人笑。哼，俺猴哥也是，他那张脸500年前除了发狠就是冷笑，如今倒是会笑了。净坛使者，当年我们兄弟也跟着二爷烧了花果山。别说了，俺老猪刚才听杨戬说那番话，心里就想明白了，你们是当差的，上头有令，你们能不执行？换了俺老猪，玉帝下旨让俺去烧哪个山头，俺也不敢不去。俺恨的是下旨的人，不是拿刀的人。这道理俺也是这些年才想明白。净坛使者胸心，我等佩服。行了行了，别夸俺，俺老猪就是跟猴哥学的。二师兄，你越来越像大师兄了。呸！俺老猪比他帅多了。嘿，杨二郎，俺老猪问你个事儿。请说。你那哮天犬呢？俺老猪上回见他还是在取经路上，那狗鼻子灵得很，俺老猪变个石头他都能闻出来。哮天犬年岁大了，留在庙里养老。净坛使者若是想见他，改日可来灌江浦。行，俺老猪带上烧饼，他最爱吃那个。好。沙师弟，你说猴哥这1000年到底是怎么过来的？俺老猪在灵山吃了500年素斋，都觉得苦得不行。他先是五行山下压500年，铜枝铁丸动弹不得，保着师傅走到西天，好不容易出来，以为熬出头了，结果又被荆州扣了500年。俺听祖师爷说，魂魄被重组了36000次。俺老猪干是想想就觉得浑身发冷。我不知道大师兄是怎么过来的，但我知道他为什么能过来。为啥？因为他知道有人等着他回来。
俺老朱想好了。想好什么？俺不回灵坛了，净坛使者那个位子，谁爱坐谁坐，俺老朱不稀罕。你想去哪儿？俺想在花果山住下来。当然不会白住的，俺老朱可以帮你带猴子。你看那些老猴年纪都大了，爬树摘果子不利索，俺老朱别的不行，上树是一把好手。还有俺会做饭，灵山那帮秃驴不会吃，俺可会。当年在高老庄，翠兰他爹最爱吃俺炖的肘子。好，你不损俺两句？损你什么？损俺懒啊、馋啊，吃得多干得少啊。呆子，你能来，俺高兴。猴哥，你又煽情，俺老朱好不容易忍住，你又来。真是个呆子。傻师弟，你呢？你回不回灵山？我也不回。金身罗汉的名号我也不要了。那你住哪儿？大师兄，花果山缺不缺一个挑水的？我没什么本事，就会挑水、种菜、扫地。流沙河边的菜地我种了500年，长得挺好。花果山要是用得着我的话，缺一个挑水的，缺一个种菜的，缺一个扫地的，缺一个沙师弟。阿弥陀佛。沙师弟，咱仨以后就是花果山3兄弟了。不对，是花果山三什么？3神仙、3妖怪，管他呢，反正就咱仨。大师兄，咱们是不是还缺一个人？谁？师傅。对，还缺咱们的师傅。对呀，师傅，猴哥，师傅还在灵山呢，咱把师傅也接过来吧。师傅是如来二弟子金蝉子转世，取经完成便归了灵山卫。他留在灵山，是还他的因果。可是，但俺老孙去接他，他若愿意来，谁也拦不住。那咱什么时候去？明日。猴哥，那祖师爷呢？俺老朱就是问问，祖师爷他老人家为了救你，闯地府、踏灵山、逆流时光，这份恩情，俺老朱记着。但俺不知道该怎么还，俺也不敢去方寸山，怕祖师爷嫌俺烦。师傅他从不要人还。俺老孙这辈子亏欠最多的人就是师傅。500年前他教俺本事，俺下山时他不让俺提他的名字，俺知道他是怕俺闯了祸连累他，不是怕麻烦，是怕俺有了倚仗，更不知天高地厚。后来俺大闹天宫，被压五行山，他没有来，俺当时恨他教了俺一身本事，却不管俺死活。直到前些日子，俺才知道，500年前俺被压五行山，师傅去过，他没有出手，是因为那是俺的劫数，需俺自己渡。他在五行山外站了7日，然后去灵山找如来。他跟如来说了一句话：你镇压他500年，老夫不拦；但500年后他若出来，你再动他一根毫毛，老夫拆了你的灵山。这是如来亲口告诉俺的，师傅他从来没有不管俺，他只是用他的方式守了俺1000年。大师兄，那咱们要不要去方寸山？不用，师傅若想见俺，自会来。他若不来，便是觉得俺还做得不够好。师傅，弟子回家了，弟子会好好的，您放心。祖师爷，俺老朱没本事，但俺老朱以后一定对猴哥好。祖师爷放心。猴哥，咱接下来是不是就等着去灵山接师傅了？然后呢？然后，俺老孙就守这座山，守着你们，谁来也不让。我们出发吧。俺老朱以为这辈子不会再回这地方了。来者止步！俺来见唐僧。斗战胜佛？俺不是斗战胜佛，俺是孙悟空，来见俺师傅。悟空，师傅，俺老孙回来了。悟空，师傅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为师不知道，为师一直不知道。那日在灵山受封，为师看着你，总觉得哪里不对。可如来说你是成了佛，性子沉稳了。
信了，为师信了500年。悟空，师父对不起你。八戒、沙僧，你们都知道了。师父，俺老猪也是前些日子才知道，那冒牌货在灵山待了500年，俺给他送了500年的酒，他连正眼都不瞧俺，俺还以为是猴哥成了佛就不认俺了，谁知道那根本不是猴哥。为师也曾去斗战胜佛府邸看看，他说佛门清净，不宜常来。为师只当他修佛修的性情淡了，从未想过。师父，过去的事不提了。俺老孙今日来，是接你走。走？去哪里？花果山。师傅，猴哥现在可厉害了，他把灵山拆了一半，如来老儿的金身都裂了，玉帝老儿也下了旨，昭告三界，还了猴哥清白。花果山现在是猴哥自治之地，天庭灵山都管不着。俺老猪和沙叔叔已经住下了，就缺师傅您了。佛祖，弟子金蝉子，请辞。金蝉子，你想好了？弟子的徒弟被人冒名顶替500年，弟子不查。弟子送了500年的经，修了500年的佛，连自己的徒弟都护不住。这佛，弟子不修了。悟空，带路。猴哥，这坛酒俺送了500年没送出去，今日终于送出去了。喝。为师持戒500年，今日破一破。师傅，俺老猪问你个事儿。你说。你在灵山这500年，除了念经，还干啥了？译经。取经路上带回来的经书，为师译了500卷，还有3000卷没译完。师傅，你都被如来老儿骗了，还替他译经？经书无罪，译出来，3界众生都能读。这是为师的功德，不是如来的功德。师傅，你这境界，俺老猪服了。二师兄，师傅一直是这样的。师傅不老实，师傅只是比他老实的人更明白什么值得争，什么不值得。听不懂就喝酒。4个是4个。这是俺师傅唐僧，以后也是花果山的人了。不必多礼，悟空常跟我说道。他说你是花果山最忠心的老猴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贫僧唐僧初来乍到，多有叨扰，诸位是悟空的家眷，便也是贫僧的家人，往后请多关照。大王回来了，大王不走了，你也不走？不走，师父也不走了。悟空，为师想问你一件事。师父说，这500年，你恨过为师吗？恨过，在金丹底下，俺老孙把3界骂了个遍，也骂过师父，骂你为何认不出俺，骂你为何不来找俺。后来俺不恨了，不是想通了，是恨不动了。俺老孙被压了1000年，恨了1000年，恨到头来发现恨谁都没用。恨如来，他照样端坐莲台；恨玉帝，他照样执掌天庭；恨师父，师父你根本不知道真相。师父俺不恨你，俺只恨自己让你在灵山白待了500年。
猴哥，咱是不是还忘了一个人？谁？小白龙，白龙马，敖烈那小子。对呀，取经队伍5个人，咱4个都齐了，就缺他了。猴哥，小白龙在哪儿？如来封他为八部天龙广力菩萨，他回了西海龙宫，后来俺被调包，就再没他的消息了。那咱去西海找他。明日。龙王，外头来了4个人，一个猴子，一个猪，一个络腮胡，还有一个解析和尚。请。唐三藏，贫僧唐僧见过西海龙王。大圣，灵山之事，老夫已有耳闻。500年前被镇压的是你，成佛的是六耳。3界昭告，老夫也收到了。敖准老哥，俺老孙今日来，不为你，不为西海，为敖烈。他在后殿取经归来后，他被封为八部天龙广力菩萨，回西海住了3日，第4日便把自己关进了这间石室。此后500年，除了每日送饭的侍从，谁也不见。老夫进去过几回，他不说话，只是盘在柱上，望着墙壁。望墙壁？墙壁上有什么？敖烈，大师兄，是俺。大师兄，我知道那个是假的。取经归来，灵山受封，我站在殿外看着大师兄受封斗战胜佛，他走过我身边，我喊他，他看了我一眼，那一眼我就知道了，那不是大师兄。大师兄看我的眼神不是那样的，大师兄会叫我小白龙，会拍我的脖子，会偷偷塞果子给我吃。那个人看我的眼神像看一块石头。我回了西海，我想说出来，可我不过一个八部天龙广力菩萨，说的话谁会在意？我什么都做不了，我只能在柱子上盘着，每天想，如果我再强一些，如果我当时就站出来，如果我……敖烈，俺回来了，不是你的错。大师兄，你怎么回来的？是俺老朱，俺老朱发现了真相，请了菩提祖师出山，祖师爷硬是把猴帝从500年前的因果里捞了回来。二师兄没说谎，当时二师兄在石窟替祖师护法，浑身是伤，还差点死掉，也没那么严重，就是挨了几刀。二师兄，你变了，是吧？俺老朱也觉得自己帅了不少。二师兄，敖力师弟说的是变了，不是帅了。沙师弟，你能不能别老拆俺的台？师父，师兄，敖烈等了500年，请带敖烈走。父王，孩儿不孝。去吧，500年前为父上表天庭告你忤逆，不是恨你，是保你。烧了殿上明珠是死罪，为父不告你，天庭也会拿你。为父请自上表，是求玉帝念在为父镇守西海多年的份上，留你一条命。为父不是一个好父亲，但为父从来没有想过让你死。5个，是5个。你是谁？我叫敖烈，是大师兄的师弟。他们也是。我也是。那你也住下，花果山大，住得下。好。大师兄，到家了。大师兄，咱们5个齐了。齐了，真好。沙师兄，你浇水的手法像西海龙宫的园丁。是吗？比我教的好。你毕竟是龙。沙师兄，以后浇水的活儿我来。早上我来，傍晚你来。为什么？早上我要活动筋骨，傍晚你要活动筋骨。好。大王，后山那棵老桃树就是您当年亲手种的那棵，今年结的果子特别甜，老奴给您留了几个最大的，待会儿送进来。好。俺老朱在灵山睡了500年素觉，从来没这么舒服过。二师兄，素觉不是素斋，没有昏厥这个说法。沙师弟，俺老朱刚睡醒，你就不能等俺吃完早饭再噎俺？可以。师傅，你会煮粥？
化缘多年，看也看会了。像取经路上师傅画来的那些斋饭。悟空，你有什么打算？俺想把花果山重新种满果树。好，俺想教那些老猴修行，不求长生不老，至少别再病死了。好，俺想把水帘洞修一修，500年了，有些石头松了。好，师傅，你就只会说好？因为为师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些更好的打算。猴哥，你刚才是不是笑了？俺老猪听见了，沙师弟也听见了，敖烈也听见了。没笑。你明明笑了，师傅你作证。贫僧没看见。二师兄，碗还没洗完。哼。想当年在方寸山种的树也该这么大了吧？长快些！俺老孙等着吃。二师兄，你要不也来嚼？唐长老，后来呢？后来就到这里了。师傅。师傅在。桃子甜吗？喜欢漫剧的朋友们，抖音精选 App 就有很多像我这样的 AI 漫剧优质视频。如果想看更多精彩内容，可以去抖音精选 App。总有你喜欢的类型。桃子，甜吗？甜，比蟠桃园的甜。长得好，为师来看看你。师傅，徒儿好想你。哎，请！谁念叨俺老猪？可能是高翠兰。也可能是东海龙王。行了，俺就是随口一说。沙师弟，你说猴哥一个人跑后山去干啥？不知道。俺老猪总觉得今天这风闻着有点熟，什么味儿？说不上来，就是熟，像很久以前在哪闻过的味儿。师傅，弟子不走了，弟子就在花果山，弟子会好好活着，弟子不会再让您担心。为师知道。俺老猪今晚不说啥了，就一句，都在酒里了。好。师傅，桃子很甜。祖师，夜深了。猴哥，你看啥呢？呆子，带师傅和师弟们进洞。猴哥，谁来了？进洞！孙悟空，别来无恙。如来老儿，你不在灵山闭你的关，跑到俺花果山来作甚？
来还你一样东西。什么意思？这金帛困了你500年，今日本座将它交还于你，是毁是留，随你。如来老儿，你以为俺老孙会一棒子砸了他？俺不砸，砸了他，这500年就不存在了。哼，这堆破烂儿留着吧，哪天俺老孙忘了疼，看一眼就想起来了。孙悟空，你变了。你也是，你从前不会亲自来还东西。500年前，本座以金钵镇你，以六耳替你，本座自以为是为3界安稳。500年后，灵山碧山，诸佛离心，金身将碎，本座找不到答案。本座今日来还金钵，亦还你一句话。本座错了，俺知道了。你不问本座为何此时才来？你什么时候来是你的事，俺什么时候放下是俺的事。你来不来，俺都已经放下了。孙悟空，本座欠你的还不完，但本座记着。猴哥，俺老猪睡不着。想什么？俺今天看你把金都碎片收起来的时候，俺心里其实挺难受的。那东西关了猴哥你500年，俺应该恨他。可猴哥你说要留着他，俺又觉得留着也好。俺老猪这辈子忘性大，谁对俺好，俺记得；谁对俺不好，俺过2天就忘了。以前俺觉得这是优点，不记仇，活得轻松。今天俺忽然想，忘了是不是也是一种逃避？猴哥你记得，但你不恨了，这才是真的过去了。俺说错了。记得但不恨了，呆子，你说的比俺好。猴哥，你又煽情，俺老猪好不容易忍住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你继续睡。值了。师傅，俺放下了。老君，你练的尸妖花果山还没找你算账。哼！这棵树是他让你种的？是俺师傅。菩提当年踏碎灵山金身时，本座在兜睡宫观战，他那一戒池里有这棵树的影子。本座练了5万年丹，第一次见到把道行练进树里的人。本座是你，不是试你的本事，是试菩提的眼光。看他选你值不值。杨破军和300尸妖是本座从北海之眼挖出来的，他们守了500年，等一个交代。你给了，菩提没准错。猴哥，他大老远跑来就为了说这个。破军，元帅，末将杨破军参见元帅。你没死，他让你来花果山杀俺猴哥。老君让末将自己选。500年前真假美猴王，末将当时在小雷音寺奉如来法旨困住取经人3日，事后末将不受封，回了小西雷音寺闭关100年。出关后查到真相，想找大圣谢罪，但大圣已不知去向。老君说菩提祖师踏碎灵山时，曾将道行凝入一棵桃树，特来哀求大圣告知桃树所在。弟兄们，有人肯为一个徒儿把道行练进树里，你们生前没人替你们做过这种事，死后也没有。元帅，
这是300弟兄的残魂尸丹，请元帅把尸丹带回天河救营。破军营归队。破军，俺老朱对不住你们。猴哥，破军炼尸药不是为了试天道，是为了试菩提祖师的眼光。猴哥，破军看了那棵树，就放心把尸丹托付给俺老朱。他看了那棵树，就知道你是什么人。呆子，把尸丹埋在桃树下。他们等了500年，等的是有人记得他们。破军，这里以后就是你们的家。明年桃子熟了，自己摘。猴哥，接下来还会有人来，他们都想看看菩提祖师选的人是什么样子。那就让他们看。猴哥，这人踏海的方式和老君不一样。老君是来看树的，他是来干什么的？贫僧吴天，来自小雷音寺，黄梅是贫僧师兄。500年前，师兄在小雷音寺困住取经人3日，那3日，灵山完成了调包。事后师兄不受封，闭关100年作画。作画前说告诉他们，我后悔了。贫僧用了400年查清真相，又用了400年等，但贫僧今日来，不是为师兄报仇，是为师兄传一句话。师兄作画前眉心生成这朵黑莲，贫僧以为那是师兄的怨气。直到前日，太上老君路过小雷音寺，看了一眼这朵黑莲，他说混沌之物，3界能中他的只有2个人，一个是元始天尊，一个是你师父。菩提祖师，师兄也没见过他，但他在师兄心里种了一朵莲花。师兄困住你们那3日，一直在想困住取经人到底是对是错。他想了100年。这朵黑莲从师兄眉心长出来，贫僧以为是恨，老君说不是。菩提当年踏碎灵山，那一戒尺里有桃树的影子，看见的人心里会长出东西。师兄看到的是悔，老君看到的是信，你看到的是什么？按师父问俺，桃子甜吗？猴哥，你刚才说祖师爷问你桃子甜吗？黑莲就碎了。俺老朱想不明白。大师兄，黄梅问了100年困住取经人是对是错，大师兄的答案不是对错，是甜。记得甜，对错就不重要了。沙师弟，俺老朱以前也问过自己，盯死破军他们是对是错。今天黑莲开了，俺老朱才知道问对错没用，得认。猴哥的师傅问桃子甜吗？不是问对错，是问认不认。认了就接着种。我在西海龙宫关了500年，天天问烧明珠是对是错。观音说不用问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今天才懂这句话，对错是规矩定的，认不认是自己的。截教战死封神，问了5000年对错。今日黑莲开花，贫道也懂了，对错不重要，悔不悔才重要。菩提祖师那朵黑莲，不是种给黄梅一个人的，是种给所有想知道对错的人。大王，黑花碎了还长吗？不长了。那它去哪儿了？进土里了。明年和野桃一起发芽。猴哥，黄梅的黑莲是老君点破的。老君来花果山是看菩提祖师的眼光，灵宝来天河藏经阁是来谢谢天河水军替截教守过诛仙阵，吴天来是替黄梅传话。俺老朱捋了捋，他们每个人来都跟祖师爷有关。祖师爷人不在，他的事还在。二师兄，不是事，是种下的东西。祖师爷在黄梅心里种了悔，在老君心里种了信，在灵宝心里种了谢，在大师兄心里种了甜。种下去，等它长出来，就是传承。大圣，黑莲化了土，明年野桃开了，颜色会不会不一样？会，黑莲化了土，开的花是白的。白的好，黑的也不错。花什么颜色不重要，开就行。猴哥，雷布！猴哥，雷布！呆子，带人进洞。俺老朱，进去。
大圣，本座今日来，不是缉拿谁，是来问你一件事。前日兜氏宫传来消息，老君说菩提祖师在黄梅心里种了一朵黑莲，黑莲碎了，落在花果山。本座想问，菩提在你心里种的又是什么？本座闭关万年，当年大圣闹天宫，本座奉旨缉拿。那一战本座输了，本座一直以为输给的是金箍棒。前日听老君说菩提把道行练进了桃树，本座才想通，本座输的不是棒，是势。大圣棒里那股不退的势，就是菩提种的。本座今日来不是奉旨，是来再试一次。试的不是能不能赢你，是本座有没有看错。黑暗龙所本座输了，不是输给棒，是输给势。大圣棒里那股不退的势，比500年前更稳了。菩提种下的东西，本座破不了。天庭那边本座会回，花果山不可伐。大圣，本座一直不知道菩提在你心里种的是什么，今天知道了，不是力，不是法，是不退。不退这2个字，够本座再修万年。猴哥，雷部正神专门跑来，就为了跟你打一架，然后夸你2句。二师兄，他不是来打架，他是来确认，老君说的是真的。菩提祖师在黄梅心里种了悔，在老君心里种了信。雷声普化天尊想问，在他心里种的是什么？他接了大师兄一棒，接住了答案。不退。不退。大圣，巫族战神刑天当年也有不退之名，他的不退是死不认命。大圣的不退不一样，大圣的不退是活着不退，死了也不退。按师傅教的，他说猴子打架可以输，不能退，输了不丢人，退了就不算活过。大王不退，俺也不退。小石头，你拿木棍干啥？妖怪来了，俺也打，俺不退。好，不退。猴哥，三清老君雷部他们都来过了，俺老朱数了数，他们每个人来都跟祖师爷有关。师兄，不是他们来过了，是菩提祖师种下的东西在发芽，有的是信，有的是悔，还有的是不服再来一次。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颗种子，祖师爷路过的时候种下的，现在都发了。西海龙宫也有种子，曾经我一直以为是观音救了我，今天才明白是菩提祖师在观音心里种下了慈悲，慈悲发了芽，才有了我的生路。截教战死诛仙阵那日，菩提祖师路过万仙阵，但没出手，只是站了一会儿。通天教主说，那人看一眼就是留了种子。5000年了，截教的人到今天才发出芽。俺老朱心里的种子，是在方寸山下跪了7天7夜那天发的。祖师爷问俺怕不怕，俺说怕。他又问俺跪不跪，俺说跪。他说跪着也不退，就是种下了。俺老朱今晚不说啥了，就一句：祖师爷来没来过花果山？来过，来过多少次？他只来了一次，1000年前，他在俺心里种了棵桃树，这棵树现在长在这里。你们每个人来，都是来看这棵树的。吕洞宾，上回南天门外你替天庭围花果山，这回又来干什么？大圣，
贫道今日来是谢罪。灵宝天尊前些日子出碧游宫，抓了8仙其余7人。他对贫道说，提孙悟空头颅来见，贫道放人。贫道使出了5000年最强的一剑，大圣用左手握住了剑，贫道败了。灵宝天尊对贫道，你不是败给孙悟空，是败给菩提种下的不退。何仙姑说荷花插在桃树下能活，她让贫道带来是谢大圣救8仙，也是谢大圣让贫道的剑长了骨头。贫道今日来还有一事，大圣接住了我的剑，事后我想了很久，我的剑到底输在哪里？剑是直的，心是长的，但长的不是剑，是道。贫道修了5000年剑道，一直以为是剑在修我，败给你之后才想通，剑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活人用死剑，剑才有命。活人握死棒，棒才有骨头。你的剑以前没有骨头，现在有了。大圣，贫道想在花果山住几日，看看那棵桃树，看看菩提祖师种树的地方。住下吧，后土师弟在碎石坡捡石头，你帮他捡。好，贫道捡石头。哮天犬，杨戬呐！呆子，沙师弟，敖烈，守花果山。猴哥，你去哪儿？梅山，杨戬出事了。你来了。他是谁？梅山老六。本座从花果山回来，发现母亲坟前的碑被人砸了，碑上刻的桃花被铲掉，换了一行字：认贼作师。本座查了3天，查到老六身上，他在灌江口待了5000年，从没说过一句不服。直到玉帝下旨，花果山不受天庭辖制。那晚他跟我说：“二哥，你变了。封神之战你杀截教妖众从来不手软，现在你去花果山我刻他们的名字。”我说他们不是妖众，他说我就是忘了自己是谁。他昨晚砸了我娘的碑，想引我回梅山。他说跟我一个了断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你认了截教当同门，就是把梅山兄弟当外人。5000年兄弟不如一面石壁，我射杀了他，不是因为恨，是因为不杀他，他就要去花果山砸石壁。他一个人打不过花果山，会死更多人。你先回花果山，这把刀俺帮你拿。猴哥，杨戬的兄弟反他，因为他来花果山刻了名字。俺老朱以前也差点反你，在灵山，俺还以为你是真猴哥，给你送了几百年的地理都不理。那时候俺是真想反你，想把这钉耙钉进你灵山那副高高在上的嘴脸。今天杨戬亲手杀了老六，老六不是恨花果山，是恨杨戬变了。杨戬以前跟他一起杀截教的人，现在杨戬去给截教刻名字，老六觉得杨戬背叛了他。俺老朱懂老六，一个人守着旧恨5000年，忽然兄弟说这旧恨不用守了，那种失落比恨还难受。他宁可不认兄弟，也要守住恨。二师兄，恨不是守住的，是放下的，不放会死。杨戬不放，老六就死在他手里；老六不放，老六就死了。放不下的人，要么死，要么走。西海龙宫也有这样的。我烧明珠，父王上表告我忤逆，后来观音救我，我再没回过西海。不是不想回，是不敢回，怕回去了看见父王还恨我，我就得恨回去。今天哮天犬从灌江门游到花果山，游了整片东海，狗都知道该往哪儿跑，老六不知道。杨戬，你那兄弟老六，他不信你能变。5000年兄弟，你变了，他觉得是背叛。俺老朱在灵山那500年，也觉得自己永远不会变。后来猴哥回来，俺变了，不是自己要变，搬走了，土才能透气。土透气了，才活得下去。俺帮大石头搬石头，大石头说放手就放手，但老六那块石头你自己也搬不走，他也搬不走，没人搬得走，他就得死，死在旧恨里，死在你不认旧恨的那天。杨戬，你的刀俺老朱放这儿了，你要是不想拿，俺老朱替你收着。哪天哮天犬想叼回灌鸠们，让他叼，你先放着，先住下。花果山不缺这件实事。猴哥，杨戬把自己关石室里3天了，不吃不喝不睁眼，他那只第3眼是不是闭不上了？大圣，我们来接二哥。接人？你们老六砸了杨戬母亲的碑，被杨戬射杀了。你们是来接人，还是来算账？老六砸了碑，他说二哥变了，我没当回事儿。他昨晚一个人出了灌山口，走的时候没带兵器，他没有告诉我们他砸了碑。老六的师兄呢？在梅山，本座葬在母亲坟旁边，没有碑。他砸了我母亲的碑，他的碑我不能刻。二哥，
老六为什么砸碑？因为本座来花果山刻了截教的名字，他说本座忘了自己是谁，本座没忘。本座破出仙阵，杀截教门人，刀下亡魂，记了5000年。他来花果山刻了3天名字，把自己记得的话都刻上去了。他刻完回来，老六觉得他背叛了自己，你们也觉得吗？我是梅山兄弟里最大的，今年几万岁。封神之战，我第一个跟二哥冲进诛仙阵，刀下死过截教的门人，他们的脸我记不得了，但刀砍下去的手感还记得。二哥去花果山刻名字，我知道，我没拦也没跟，我不知道该不该刻。老六替我做了决定，不该，但老六没来问我。二哥，老六砸碑是他的债，你杀他是你的债，我们是兄弟，债分不清。他的尸首埋在你母亲坟旁，碑你不能刻，我们来刻。大圣。灌江口梅山兄弟从不欠人债，老六砸了碑，我们替他补。花果山的石壁上有没有空位？这里，真君，老六欠的碑，梅山还；兄弟欠的债，活人还。我们不来接你回去，你自己想回来的时候再回来。3尖2刃刀留在你这儿，断枪我带走。老六的兵器也断了，用不了了，断枪替他插在母亲坟前。他活着的时候最怕你妈，死了在那边还得你妈管他。杨戬，你那兄弟老六的事儿，俺不懂你们之间的债怎么算，俺只知道。你眼角在流血，第3只眼封神之后就没闭过。看截教的人死没闭，看母亲被压山下没闭，看老六砸碑没闭，看老六死在自己眼前也没闭。在花果山刻名字那3天闭了一小会儿，老六砸了碑又睁开了。所以老六砸碑，你杀他，2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住那点东西。你们都没错，也都错了，债从来算不清，算不清就算不清吧。碑已经补了，剩下的日子我们在灌江口，你在花果山，东海不算远，哮天犬能游过来。哮天犬，回去不？猴哥，你看啥？呆子，俺老孙去一趟方寸山，师傅在叫我。师傅。悟空，为师要走了。去哪里？哪里也不去，只是该回去了。为师当年教你，只教了7年，7年里只教你一件事：不退。不退不是赢，是站着。站着不是给别人看，是给自己看。五行山下你站着，金波底下你站着，南天门上你站着，凌霄殿上你站着。你都站住了，为师没什么可再教你了。这根戒尺跟了为师几万年，打过你手心，劈过如来金身，碎过灵山莲台，现在交给你，不是给你用，是给你留着。哪天你有了徒弟，拿着戒尺打他手心，告诉他，猴子打架可以输，不能退。师父，弟子不退。弟子守花果山，守师弟们，守每一个来的人，和您守弟子一样。桃子甜吗？甜。弟子每年结了新桃子，第一个放在师父的蒲垛前。虽然师父不在，但弟子放的时候，师父知道，师父知道桃子的甜就知道。祖师爷，俺老猪没啥本事，只会煮粥。当年在方寸山跪了7天7夜，您问俺怕不怕？俺说怕。您又问你跪不跪？俺说跪。您说跪着也不退，就是种下了。今天您走了，俺老猪还跪着，跪着就是种下了，不退就是长出来了。祖师爷走了，俺老猪继续煮粥，粥煮稠点儿，米放多点儿，师傅教的。猴哥，这是鸿门宴，是不是鸿门宴？去了才知道。玉帝30年前穿着素服来花果山认错，30年不会白过。大圣，30年前朕去花果山说了对不起，
如今花果山还好吗？桃子熟了，方券山的松根活了，灵山的钵盂倒扣在树下，截教的名字还没刻完。朕坐在凌霄殿30年，看着奏章越来越少，还以为三界太平了，是散仙们不再来庭告状，去花果山了。朕这个玉帝越来越闲了，闲下来也好，朕也有时间翻旧案了。金钵调包案、截教覆灭案、天河水军殉职案、花果山焚山案，翻了30年，朕才明白，天庭欠你们的，用规矩还不完。今日请你来，是想问一句，花果山还缺什么？缺人，缺一个管旧案的人。朕也这么想。太白，出来吧。大圣，老朽在凌霄殿当了一辈子祸事佬，花果山的猴子被天兵射死，老朽不敢说那是冤案。大圣被调包500年，老朽也不敢说那是天大的冤屈。今日老朽去花果山，就把那些稀泥一点一点铲掉。太白老儿，你那书箱里装的什么？这些年，老朽把能找到的旧案都抄了一遍。老朽的稀泥获不了血债，但只能记。大圣，太白金星是天庭的人，也是救天庭最后一点良心。从今日起，他不再是天庭的太白金星，而是花果山的太白金星。太白老儿，走吧。花果山缺一个管旧案的人。老文书，截教5万个名字都在石壁上，烦你把它们录在纸上。老朽别的不行，抄写还行，只要老朽还活着，就会一直抄下去。玉帝老儿，你今日来是躲清静，还是交差？交差。五行山压侯案平反，金钵调包案平反，花果家焚山案平反，天河水军殉职案、截教覆灭案均已平反。陛下，你是玉帝的时候，俺怕你，但现在俺敬你。你批旧案的那些年，俺在灶台边煮粥，咱俩干的其实是一件事儿，把欠的还了，把凉的暖热。朕把九龙袍脱在凌霄殿了，以后不穿了。你不穿鞋脚不凉吗？不凉，这里的土是热的。大圣，大圣，这棵树长得好。如来，当年你把俺压在五行山下，俺在山底骂你；后来你用金兜调包，把俺压在黑暗里500年，俺又骂了你500年。俺骂你的话够刻满这面石壁。今日你走这条路，把金身烧成这样，俺不打你，也不谢你。你走你的，俺看着。贫僧以金身成旧业，以业火炼金钵。从今往后，灵山不压众生。如来，你欠猴哥1000年，今日你把0点的业背到自己身上，俺老猪没啥可说的。如来，今日你把金身碎在这棵树下，俺不恨了。你欠的不还了，你花了。大王，那个托钵的人走了吗？走了。他去哪儿了？他哪儿也不去，他把金身留在树下，自己走了。那给他垫个枕头，金钵是破的，石头是圆的，睡着不硌。截教53687个名字，都在这面石壁上，罪在石头上刻了这么多年，今日刻印还在，罪没了。大王，以前祖师爷把道行炼这棵树，树就是大王的师傅。今天那个托钵的人把金身也碎在这里，那树是不是也是他的师傅？那他也是花果山的人。他没嘴喝不了水，没手摘不了桃，但他在树下，以后我叫他金钵师傅。猴哥，天裂了！不是裂缝，是眼。呆子莫慌，天道而已。他要抹掉花果山。五行山压不完俺，金钵困不死俺。今日这天也别想抹掉花果山。猴哥扛着天，俺老猪扛地面。天道要把花果山抠掉，先抠俺老猪。
杨戬，怕不怕？本座怕过很多事，唯独不怕挡在该挡的地方。那就跟俺老孙一起把这只眼打回去！五行山没压断俺的骨头，灵山也没压弯俺的脊梁。今日这花果山，俺老孙站在这儿，还要抹山，先从俺这身骨头上碾过去。俺师傅教俺，猴子打架可以输，不能退。孙悟空，你守你的花果山，本座守着一线不退。今日若退一步，便对不起我这一身神位。天道若要抹人间，先问本座这第三只眼答不答应？休想过去！杨戬，撑得住吗？你这猴子还没倒，本座为何撑不住？那就别让他压下来，正有此意。给俺开破！杨戬，跟上！别被他定住，光环是规则。规矩，俺老孙最不怕的就是规矩。今日这规矩挡不住人。还活着吧？死不了。你这猴子都没倒，本座怎么能倒？好，那就再站一会儿。滚开！哈哈哈哈！给俺老孙碎！这一寸够他们喘口气。一寸也是退，他退了，咱们就没白战。大王，天还会裂开吗？不会了，他看够了，知道这儿有人不退，就不看了。大王，金多师傅的枕头我每天都换新石子，天道闭眼了，金多师傅还在树下，我给金多师傅捡一辈子石子。大王，老奴活了太久，见过花果山被烧成焦土，也见过花果山刻满名字整面石碑。灵山不压众生了，老奴没啥放不下的了。这根木棍是替崩将军和八将军守灵的，搁在这儿，老奴每天来磕个头。大圣，如今天道闭眼，老夫也把这页名册还回来。从今往后，47000猴鼠不是地府管的名册，是花果山自己的普敌。猴哥，天道闭眼那天，俺按老朱现本相扛地面，身上裂了好些口子，疼是真疼，但值得。值得不是因为天道退了，是因为俺老朱看见你们每一个人挡在花果山前面。俺老朱以前散伙散了一辈子，今天不散了。走了的饭在树下，留着的饭在锅里，还没回来的碗在树下倒扣着，等他回来自己翻。师傅，天道闭眼了，灵山拔众生了，3界旧债清了，弟子守着这棵树，守着树下这些人。你问桃子甜吗？甜。现在的桃子和当年你问时一样甜。都别动，这土不对劲儿。沙师弟，护洞口，我在。我也守着。悟空，树根在找东西。天道闭眼后，旧规矩碎了，但3界地脉的根基还在混沌深处封着。这棵树的根正在往根基上探，不是探路，是盘根。为师当年让你种这棵树，是想磨你的性子。你守了这么多年，树冠替花果山挡住了天道一眼，树根现在也要替花果山盘住3界。树是你种的，根是你守的，这树通天道这一步，得你自己拿主意。师傅让俺种这棵树那年，俺问师傅种树有啥用？师傅说，
别人在树下乘凉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。这棵树从方寸山跟到花果山，从俺被压五行山下守到俺回来。今天他想往下再扎一层，俺让他扎。三界不压在众生身上，三界的地脉由这棵树的根来盘。俺种树，你守根。俺看着这棵树从一株苗到树冠盖住整座花果山，树冠挡了天道，树根盘了地脉。以后三界地下的煞气想上来，先问你的钉耙，再问俺的金箍棒。猴哥，树根穿过白色电膜，地脉是盘住了。可俺老朱刚才拿钉耙探了一下，白色电膜那边除了地脉，还有别的东西也在动，极深极远，不是水妖，不是地肺毒火，是煞气。大王，树种下的时候，我还是一块石头，后来树长大了，我变成猴子，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了。树守了我大半辈子，我没有钉耙，就用这石子，有煞气靠近，我拿石子砸它。别怕，树根盘地脉，一个也乱不了。根铺不到的地方，俺老孙拿蹦子扫，煞涌过来那点力道，还不够当年五行山下一城。谁敢在老猪脚底下作怪？猴哥，不好了，这天又裂开了！海脉逆流，龙宫结界撑不住了！花果沙树根盘通三界地脉33重天根基，限3日内自断其根，否则罚山。天庭法之道，花果山接令。李定，你退出联名之日，把哪吒的碗放在这棵树下。今天你带兵来伐山，俺只问你，你儿子的碗还在树下，你伐山之前想不想把那碗收回去？大圣，本座今日带兵，不是本座要伐花果山。南极长生大帝亲自下了法旨，4域护法神全出。哪吒的碗在树下，本座不会碰。李定，你说树根盘地脉动了天庭根基，俺问你，这棵树当年挡过天道一眼，天道都没压下来。4域要断它的根，打算拿什么断？砍刀、锯鱼，还是南极长生当君亲自下来？大圣，困仙阵不是本座所布。南极困仙阵是4域压箱底的杀阵，不成了珊瑚沙就是死地。你把玲珑塔罩在阵脚上，是把你自己的生路也封死在阵里。乾坤圈还捆在塔旁边。孩儿问你一句，这阵你收不收？南极长生大帝，今天你看清楚，这棵树当年挡过天道一眼，天道都没压下去。你的困仙阵不如天道的树眼，这棵树就在这儿，金箍棒也在。你要断根，亲自来，派护法神来不够。给我碎！大王，天还裂吗？不裂了。4域今天收阵是看见这棵树怎么挡天道的，他下次再来，就是他自己来。猴哥，这回算过去了吧？还没，东海太近了。猴哥，你这话可别……大圣，无老封天不是伐花果山，是锁三界。封天结界一落，所有归位在花果山的仙级、妖级、佛级全部冻结。破军营、无番营、截教散仙，只要名字刻在老桃树石壁上的，都会被结界认作超出三界之极，永世不得再入轮回，也不能升入33重天。大圣，书箱里的名册也在被结界剥离。封天结界不止冻离，是把所有归位花果山的名字全部从路基上抹掉。截教石壁、散仙名册、水军旧党，全在往外飘。
大圣，封天结界是吴老的道，吴老掌三界之外的因果轮回，贫僧的金身碎在此树前，三界旧业已化，但吴老的因果不在三界之内，他们不是来讨债，是来定级。吴老要把这些恶人的名字抹掉，是怕花果山的扎根根扎到三界之外去。如来，吴老不是来伐山，是来封级。封的不是法力，不是道行，是名。他们要把所有人的名字从三界里踢出去。师傅当年教俺种这棵树时说过，树长得好是人敬的好。这棵树不只接方寸山的道行，灵山的旧业，他接的是所有把名字刻在这树下的人。吴老要封级，先过俺老孙这一关。金箍棒捅不破吴老的天，但能护住树下的人的根。猴哥，吴老封级是想把归位的人全锁在三界外头。他要抹掉这些名字，先抹掉俺老朱。大师兄，二师兄，我来守着这面石壁。大圣，吴老封天，本座在这里待了几十年，眉山的旧煞也在这里归了根。要把人名抹掉，先问问本座的刀。大圣，我父王的塔罩在海岸岸边，乾坤圈我搁在子木底下。要抹名字，从我开始。大圣要被吸走了！给我老朱回来！这些名字竟还没有散。天书已改，名册已毁，怎会自行复原？俺老朱的名儿可没那么好抹。想压花果山，先问问俺老孙答不答应。猴哥，你也太牛了！小意思，都别动！这气息比天庭更古。猴哥，真是祖宗级别的来了。俺看见了，智人只记诛仙剑力，却忘了剑下也曾护过万灵。我门下弟子，死者为灰，生者为妖。5000年了，他们的名字可还有人敢念？万物生灭，不只看成败，也看有没有人肯替后来者留一口气。孙悟空，你这棵树留住了不少将散之人。混沌未分之前，先有一线，这一线分清浊，定高下，立规矩。规矩若乱，天地变回混沌。孙悟空，你在救天之下另画一线，今日玉清来量这条线。三清全到了。不是法术，也不是问罪。阴道祭力要问是能不能当单主救人。要问心道，先问俺。方寸山是俺第一个去跪的，破冰营是俺盯的，无帆营是俺收的，树根下这些债，俺第一个背。天蓬，救人者是你，杀人者也是你。同一双手握过钉耙，也按过官土，他们凭什么再信你？凭俺没赖过。听过的人俺记着，救过的人俺也记着。破军说不悔，俺说俺怕，可怕也得跪，跪完了还得爬起来。他们信的不是俺干净，是俺从没把他们的名字抹掉。元帅没忘，俺们也没忘。旧债未清，却未逃债，此问算你天蓬过了。5000年了，我教门人散作妖邪，埋作尘土，今日他们归名于此。武当，你替他们答，这些名字配不配为道？教主，这些不是道，这些是命。金陵师姐死前把我推出阵外，她只说2个字：不退。归灵师姐死的连尸骨都没剩，我们骂了5000年的天道，可今日在这棵树下，他们不用再恨了。教主问配不配？贫道替他们答，他们配。此问过。今后他们不止在我心里，也在道中。
根未枯，有人替你守着。孙悟空，你师父还在树根里，他替你挡住不该散的魂，也替你撑住不该断的根。我在兜散宫练了无数丹，练来练去，不如这棵树会留人。旧根不绝，此问过；旧名不灭，此问过；旧债不逃，此问过。旧者不散，新者不退。花果山新道可令。宋三位，天蓬元帅朱悟能，原天师水军元帅，因罪贬入畜生道，后封净坛使者。因查此人已非神级，非佛级，非妖级。俺老朱是贪是懒是怕死，可俺也护过唐僧，闯过妖山火海。你一句非神非佛非妖，就想把俺全都抹了。你身为无极之人，却统领数千旧部阴魂，私设番号，自封元帅，盘踞花果山。此等行径，按神魔录第7条，当入神魔录，永世除名，魂魄不入轮回，沉于妙严宫伏魔台。二师兄，神魔录是天地初分时天地铸的旧器，比天条还老。他不审旧债，也不审新功，只审你有没有急。当初的天蓬元帅被贬，如今的净坛使者又被你自己扔了。你现在是无极之人，俺老朱不在乎。当年在北海之眼盯死破军他们之后，俺就不觉得自己配有什么急。天蓬元帅的急脏了，净师之急又太轻，兜不住俺手里沾的血。无极就是没人管，也没人能拿急来压俺。但你现在统帅吴番营，用的是旧日帅印，这是善用废印私领旧部，罪加一等。勾陈老哥，俺老朱不抵赖。但这帅印不是从天庭偷来的，是破兵营埋在北海之眼那300条命，用他们的旧煞在旧营废墟里替俺练出来的。你管这叫罪？在老朱看来，这是俺弟兄们给俺的帅。勾陈，你不要在这杀猪儆猴，要想收俺老朱就直接动手。哼，那就看看花果山愿不愿意出手助你。二师兄别怕，神魔录要收，就连我一起收。不知死活，无极之人本就不该存于3界。八戒是我师兄，是陪我走过108000里的兄弟。你今日要拿他，便先踏过我这条龙的脊梁。一条醉龙也敢拦天律？师傅，你退后，这玩意儿不认人。为师若只在你们护我时称你们为徒，到了你们受难时便退后，那这师傅便不配你们喊一声。唐三藏，你也要逆天？贫僧不逆天，只护徒。你们这群傻子，老朱不值得。二师兄，少废话。你平日废话最多，今日也该让我们说2句。八戒，站直了，你不是一个人，那便一起镇压。供我师弟者，先问俺这根蹦子答不答应？朱悟能，没想到竟有这么多人愿为你逆天律而立。罢了，今日饶你一回。但孙悟空，你护得了他一时，未必护得了他一世。那就护一世试试。猴哥，这是3清召见，不是请，是召。猴哥，3清召见不是请客吃饭，他们刚才认了花果山的道，转头就敲钟召你，这是鸿门宴。呆子，3清敲的是混沌钟，不是伐山鼓。他们要是想打，不用敲钟，敲钟是议事。俺老孙去议事，不是去送死。你守着花果山，俺等你到周国见底。你要是天亮还不回来，俺带着所有人打上33重天。等俺回来。这不是你师父本人，是他留在大道中的一缕道痕。菩提以自身为代价替你铺路，如今他留在3界根基中的道痕正在被大道自动消解，道痕散尽，他就不再属于3界。什么意思？你种的这棵老桃树根扎得太深，它盘住了3界地脉，撑住了花果山新道，但也触到了3界根基。菩提的道痕就在根基深处，树根往下扎1分，道痕就被消耗1分。
师傅还能回来吗？能，但需要一个人替他承住大道消解，让他的道痕从树根重新凝聚回道体。那个人承得住大道消解吗？大道消解之力，便是混沌初开时的第一缕清气。盘古法魂只成了这清气的皮卡，以那般费力，你若要承住应接1000年不动，你接得住吗？俺老孙从五行山下爬出来，早就学会了一件事：天地可压我，大道可磨我，但俺不退。三清，你们今天敲钟召俺来，是让俺知道这件事。现在俺知道了，俺选了，你们还有没有异的？这不是诀别，也不是放逐，你去大道深处接你师父，为师在这里替你守着这扇门。猴哥，你一个人去接祖师爷，俺老朱在这儿等你，等你1000年，等到这棵树把3界地脉全部盘通，你不回来，俺替你把花果山守到天亮。最后一道消解来了，这一道若过，菩提归3界；若不过，悟空的名字也会从大道中淡去。来了！请大王归山！请大王归山！请大王归山！悟空，师傅！猴哥，花果山听令，把名字压上去。大师兄，杀物竟在，我等在。花果山在，老桃树在。师傅，你看，俺老孙不是一个人来的。为师看见了，跟俺回家。原来如此，师傅，为师回得来，但回不全了。3000法门，1000已入树根，1000已入众生，1000在你身上。能回来的，只是为师这具道体与本心。俺再给你抢回来！不必，道给出去了，便不是失去。它在树里，在山里，在众生里，在你心里。若强行收回花果山新道，便断了。悟空，为师如今只剩半身道，半身也够。谁敢欺你，俺老孙打死他！还是这般毛躁。师傅，回山，回山！道友，久违了，久违。你这一身法门散得可惜，散入众生不可惜。
你从前总说不收因果，如今却把自己化成了最大的因果。收了一个徒弟，总要付些束修。哪有师傅替徒弟教束修的？所以你还了1000年。回来了，猴哥回来了！放下，不放。为师只是道行损了，又不是腿断了。俺背师傅回山，碍着哪条天规了？那便走稳些。稳着呢。大王归山，祖师归山。猴哥，粥还热。师傅，喝粥。好粥。祖师爷有眼光，俺老猪守了1000年的火。师傅，真不疼？疼。所以以后莫再胡来。俺尽量。真尽量。悟空，你已经走出自己的道了。从今日起，为师不能再替你断因果。花果山的道，只能你自己走了。那师傅呢？为师留下。真留下？是不做靠山，做师傅就成。那便先把1000年欠下的功课补了。啊！猴哥，你也有今日！呆子，你笑什么？师傅要是收徒，你也跑不了。祖师爷，俺老猪天资愚钝，主要负责烧火。烧火也是道。菩提归位，悟空成道，花果山心道已成。心道已成，救魂便要浮出来了。先让他们喝完这碗粥吧。太阴奉令，召3界幽根。太阳奉令，日月同辉，兴周天星位。孙悟空，你潜心力入道，动周天根基。今日奉令问你，孙悟空，你以老桃树盘通3界地脉，今日3界根基震动，星斗大阵被你牵走半成星力。33重天已有倾斜之兆。你们要俺退什么？退树根。老桃树根必须退出3界地脉。给你们3息时间。猴哥，这俩可不是寻常星官，他们是上古星辰时，比武帝还老。俺老猪撑不了多久，3息，俺替你撑3息。看俺干什么？又不是头一回陪你挨打。地西西，应生正火神力。树根退不退？不退。猴哥，这日头太烈，俺的气影挡不住第2下，你得近身。第2息。孙悟空，我再问你，这树根是退还是不退？不退。事已至此，那便战吧。第3息，孙悟空，你法相已裂，还能撑多久？退不退？老孙连大道清气俺也扛过，你们这日月同炉，还烧不软这身骨头。俺还是那句话，不退。孙悟空，你可知道，周天星斗大阵为何会因你倾斜？不是因为老桃树盘通地脉，也不是因为你合了混沌鱼息。那半成星力入了你的道之后，并未为你所用，它在你的混沌息里，替那些早该熄灭的旧魂，撑着最后一点光。旧魂？他们本该沉在星斗阵底，永不见光，可你把他们牵出来了。你是在用自己的道行替他们点灯，灯亮一日，他们便一日不散；灯不灭，他们便还有名字。烧的是俺自己的道行，俺不退，灯不灭。周天星斗令只认星辰运转，不认人心旧债。但你们以自己的手接了日月同辉，这笔债便不再归星斗令管。从今日起，
周天星斗大阵不再问责花果山，那半成星力你们留下，替那些旧魂继续点灯。旧魂的灯，替我们也多点一盏。周天星斗大阵镇守混沌边界万年，斩过的旧魂比你知道的还多。有些该斩，有些未必。可星斗令不问该不该，只问稳不稳。月华凝露可续命灯，日圆鱼宴可暖残杯。我等欠旧魂的，今日借您的手，还一部分。哎呦，俺的丁马！猴哥，这俩老古董比武帝还难缠。先打人，打完又说欠咱人情。俺老朱活这么久，头一回见上古星辰使自己打自己脸。不算打脸，他们上守星斗斗阵太久，见过太多旧魂灭在阵底，只是从前没人敢问，也没人敢替那些魂点灯。这伤换来的不是半成星力，是以后那些旧魂还有人记得，值了。那这胳膊也算值了。你胳膊上有寒精碎渣，别瞎缠，让沙师弟替你调干净。挑，那玩意儿疼得很。那成，俺也调。咱俩一块儿去，省得沙师弟念叨2回。沙师弟扁担头上那根细铁丝，挑碎经正好。走。猴哥，俺老朱以前总怕你撑不住，你连周天星斗大阵压在最底下的旧寨都敢接，棒子还是握得那么稳。回来替你把灶天星再喝粥。沙师弟说的。呆子，走，挑完碎经，喝粥。八戒，为师要成亲了。师傅，你说啥？为师要成亲了。不是师傅，你不是回灵山译经去了吗？怎么译着译着，把媳妇儿译出来了？为师在灵山译经这些年，他每日都替我研墨，陪我到深夜。为师诵经，他便听着；为师停笔，他便候着。他是谁啊？是紧拿罗菩萨座下弟子，法号妙音。他说，他听为师诵经这么多年，每次听到那句“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”，都会想哭。这经文是挺动人。他说，不是因为经文动人，是因为他知道，说这句话的人心里全是挂碍。
孽障六耳，7天乱佛，还不现出原形？原形？我这副模样，不就是你们想看的原形吗？大胆妖孽，冒充取经人，扰乱佛门大祭，罪该魂飞魄散。凭什么我的命只是你们功过上的一笔？如来，你说我是假的，所以那我临死前问你一句：谁定的真，谁定的假？天道如此，你生来为假，便该死于真身之手。究竟是天道，还是你灵山定？真假之节，非贫僧不能杀，而是不可代杀。悟空，唯有你亲手斩去此妖，方能斩去心中妄念，功果圆满。悟空，莫再犹疑，真假计分，劫数当尽。假货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当然有。孙悟空，你真想杀我吗？你冒俺老孙之名，俺为何不能杀你？因为你怕。俺老孙怕你？你是怕杀了我之后才发现，假的不止我一个。妖猴，你被压500年，他们说那叫赎罪；你头戴金箍，他们说那叫修行；你西行万里，替他们扫尽妖魔，他们说那叫功德。可你有没有问过自己，从五指山出来的孙悟空还是齐天大圣吗？妖言惑众，悟空，你已走到今日，莫因一念之差毁了取经功果。悟空，杀了这个假货，此劫便过。假货，假货！凭什么老子生来就是假货？要成全你们的西天大业！我不是假货，我是六耳猕猴。假货，假货！凭什么老子生来就是假货？要成全你们的西天大业！我不是假货，我是六耳猕猴。放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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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下！闭嘴！都给俺老孙闭嘴！不好！悟空，收彻心神，莫被外魔所惑。外魔？哼，我看见的可是未来。孙悟空，你敢说你刚刚没看见？你看见了什么？看见我死在你棒下，也看到你坐上莲台，从此再也不是你。悟空，你可知违逆天命是何下场？天命？俺老孙被压500年，等的不是成佛，是重新站起来。真假，功果，天命。悟空，俺老孙今日夫人，给我破！六耳，还能站起来吗？区区致命伤，还要不了我的小命。悟空，回头尚可无罪。苦海无边，莫再拉他一同沉下去。拉他！孙悟空，你看见了我们被写好的命数，现在你还想照着走吗？若这就是命，那俺老孙便再反一次天。悟空，不可！你若再逆天命，便再无回头路。菩萨，俺老孙想问一句，这正果是俺自己修来的，还是你们替俺写好的？悟空，众生皆在命中，那俺便要先从命里跳出去。变数已生，当灭。悟空，你既执迷不悟，贫僧便替天道抹去此念。落。你还真当俺老孙只会跪着听经？还不肯低头，那便再落。如来老儿，实力退步了吗？这一下比五指山差远了。俺老孙偏不信这个邪，蛮力压俺，那俺就借你的力，给俺老孙回去。这一掌不够看。
孙悟空，你不愧是与我同列混世四侯的存在，少跟俺老孙攀交情，先活着出去吧！拦住他！封山门！孙悟空，朝左边砸过去，你最好别又坑我！世尊，要追吗？妖猴乱法，变数已成。观音，你去活捉孙悟空，诛灭六耳。明白。妖猴休手！道奇，后面快追上来了，让他们追。下面什么东西？别靠近！灵山脚下，哪来的海？不是海在这儿，菩萨藏得够深啊！让条路呗。悟空，别闹到这里。都追到这儿了，还说我闹？借四海之力镇其妖骨。封天锁海。后面！你为何救我？还压不散。悟空，事到如今还不回头吗？菩萨，你以前救过我，今天也算还了。朕想震俺老孙，做梦！孙悟空，妖骨不碎，劫便不止。六耳，你若肯闭口，未必会死。菩萨，你自己信吗？那是谁？我就说，那猴子早晚要闯祸。他是谁？菩提祖师，人，我要带走。